动，只要别失控。心跳波动，爱很有情无动无期望你懂，英雄值得什么歌颂？战斗本能的一种。终于选择扮演我的角色，不断和命运拉扯，和梦交涉。我朝着我的方向逆着光，还要穿破几道城墙，抱着我的想象和希望，就算负了伤也绝对不放，既不需要伪装，在冷酷的战场，我只要能坚强，就有全世界的力量。我信仰。Jen， 你怎么会来这里的？她是我妹妹。你妹妹？那爷爷奶奶，哎，你爸爸才刚刚从加拿大打电话来，我们还在想你下了飞机会去哪里。爷爷奶奶，哎，爷爷奶奶，哎，你们怎么会一起上来？刚巧在楼下碰到的。是啊，他被某些人当成是坏人，他的手差一点被他咬断。对不起，发生什么事啊？一场误会。你呀、要送我礼物可以直接一点嘛，神神秘秘的，难怪要价会误会。是我不对 ，I'm sorry， 可以了吧？知道就好。哎，对了，你刚才都还没有回答我，为什么会突然跑来这里？爸爸为什么没有来？他简直是个 dictator， 什么事情都要管，交男朋友也要管，跟朋友讲电话也要管，跟朋友出去也要管，so annoying。他是关心你才要管你呀、对呀、你这样突然跑来这里，爸爸和阿姨会很担心的啊。你玩几天之后就跟我回去啊？我不回去，你不回去，你在这里做什么？我打算在这里念书。你回加拿大也是可以念书的。总之呢，我只让你在这里待几天，之后你就跟我回去，知道吗？ Jet lag， 你 some sleep。爷爷奶奶，你们就帮我讲讲他嘛。他刚坐了20多个小时的飞机，一定很累，给他休息过了，我才进去讲他2句。奶奶，你这样会宠坏他的。哎，你的麦。哎呀，难得1年见他1、2次，既然他都来了，给他待久一点也没关系。是啊，至少在这里有我们照顾啊，要不然下一次再闹脾气，又不知道要出走到哪里去啊。哎，对不起，姚家，这孩子呢有点洋派，也比较任性，你不要见怪哦。不会。你对你妹妹好像挺严的。会吗？我自己怎么没有感觉到？当局者迷吧。她住在加拿大。我爸妈离婚之后，爸爸就到加拿大去，在那边认识了阿姨，跟她结婚定居，然后生下了 Jen。那你们平时很少见面了。嗯哼。所以对于如何当一个好姐姐，我还在摸索中。你可以的。我心目中的廖心怡，没什么是不可以的。你最近工作怎么样？艾琳的案件有什么新的进展吗？线索断了，原来肖家豪不是凶手。是吗？你呢？金属那边有没有什么棘手的案件？还是那宗连环伤人案，已经3起了。还没有头绪吗？现在知道的是，歹徒喜欢蒙着脸，左手拿刀，从背后袭击，而且他所选择的对象都是那些身材瘦削、
短发的女性。你说3个受害人都是身材瘦削、短发？你们怀疑杀死艾琳的凶手跟那3起伤人案的疑犯是同一个人？我们发现受害者和艾琳有共同的特征：身材瘦削、短发。根据法证人员的推断，杀害艾琳和近期的几宗伤人案，疑犯用的手法都非常的相似。他们都是用左手，而且都是用刀子，非常的凶残。几宗伤人案发生的地点也非常的接近。照你们这么说，这可能性很大。还有什么发现？这里面有在最近的一起伤人案中，疑犯在现场留下的一个断刃。我们已经把断刃送去进行比对，看看是否和艾琳体内取出的刀械吻合。这些带子是受害者和疑犯在挣扎过程当中，受害者从疑犯的书包上拉下来的。根据法证人员的分析，这些带子是用一种泰国的丝绸做的。我已经问过本地的一些书包零售商，都找不到和这些带子相符合的书包款式。或许背包不是在新加坡买的。另外一个可能性是，有钱也未必买得到。赠品。没错。那我们的范围不是更广了吗？买香水、衣服，甚至参加研讨会之类的活动，也可能会送背包。无论范围有多广，它始终是一条线索。或许我们可以先从男人比较会用的产品或者参加的活动来找线索。不过现在最令人担心的就是，嫌犯可能会向下一个目标下手。我们应该加派警员在附近的地区巡逻。我们警署的同事已经被通知，要格外的留意。既然疑犯专门找有相同特征的女人下手，他一定有他的理由。我想去找心理医生去了解这类人的心态，或许有帮助。亚佳，谢谢你提供的资料。不客气，只要能帮助你们早日破案，那才是最重要的。其实你有没有想过跟心怡一样，申请调来我们 CID？ 我觉得我很满意在警署的工作，因为在那里可以更接近民众，可以解决更多不同的问题，帮助更多不同的人，也很有挑战性的。这个问题我也曾经问过他，他也是给我同样的标准答案。因为我说的都是事实啊。可是你们一个在警署，一个在 CID， 会不会影响你们谈情说爱？我知道答案了。喂。我知道了。我有事先走了。什么事？没什么，我再打给你吧。怎么样了？他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里，叫他出来吃饭也不肯。哥，是我。如果你不想吃饭的话，我不勉强你。可是你开门让我进去看一看，你好不好？行吗？哥，你也不想我在工作的时候出什么差错，对不对？哥，你开门好不好？哥，你怎么样了？为什么今天你没有去上班呢？我辞掉工作了。为什么？因为我不想公司的人知道我得到这个病，因为我不想病发后看到人家可怜的眼神，不想病到不能继续工作，被人家开除。没事的，工作辞了就辞了。那你在家里好好的调养身子。调养没用的。为什么老天要这样对我，让我得到这种病？我还有很多事情还没做。现
在突然之间什么都变了，这一生就完了。哥，你别这样。其实你不用灰心的，你这个病，就算在新加坡治不好，我们可以到国外去治的。去到哪都医不了了。刘佳，不想拖累你。哥，我们是不是兄弟？那你就别说这些好吗？什么拖累不拖累的，无论你以后变成什么样子，我都会跟你在一起的。我们一起去面对。可是这场仗不好打啊。所以嘛，你就要先把身体养好。如果你不吃东西，哪里有力气去打这场仗啊？对不对？那我们现在下去吃点东西。我自己来。进来。陈医生，有警察要见你。警察？请他进来。请。原来是你。怎么不欢迎我吗？欢迎芝芝。是不是有案件需要我帮忙？你怎么知道？如果不是因为公事，那你就不会跟我的接待员表明你是警察的身份，而是直接报上你的名字。既然是公事，而我又没犯法，那唯一的可能就是你有案件需要我帮忙。你的分析能力不错，有没有想过要加入警队？我不喜欢逮捕罪犯，我比较喜欢研究他们。我正好有个关于犯罪心理的问题想请教你。你说吧。假如有个嫌犯连续伤害数名有相同样貌特征的人，你认为他在干案时是处于什么心理状态？你说的嫌犯是男性吗？有分别吗？根据研究显示，男人具有比女人更强的报复心理，并且男人更趋向于体罚。所以，假如他是男人，他很有可能对受害者施行报复。正确一点说，他是把那些外貌相似的人当成了他报复对象的替身，借以发泄他心里那股强烈的报复欲望。为什么找替身而不是对付当事人？一，嫌犯想报复的对象已经不在人世，或是这个人早已经不知去向。二，嫌犯仇视的对象比他强势，他根本没能力伤害对方。所以他把替身当作抒发的管道。那假如嫌犯的对象都是女人，这又说明什么？那这个嫌犯很可能是个试炼者。被动试炼的一方总觉得被抛弃，玩弄了感情，心里极度不平衡。有的采取卑劣手段败坏对方的名声，有的选择用暴力伤害对方，发泄心中的仇恨。也就是说，他会仇视所有跟抛弃他的女人有相同特征的女性。没错。怎么样？我的分析对你的案件有没有帮助？谢谢你啊。这些画很精致哦。这画框都是我做的。
没想到你有这方面的才华。我爸以前是开木工厂的，我从小就在那里玩到大，耳濡目染的就学会了这门手艺。你还隐藏什么本事是我不知道的？不要有一天突然跑来告诉我你其实是蝙蝠侠。很难说。我的阴暗面不是那么容易给人家看到的。等我们再输，可能我会让你偷偷的看一点。有件事需要你帮忙。这一次公干期间的9天，住宿都很好，这要谢谢你爸爸妈妈精心的安排。这些手信，麻烦你帮我交给他们。谢谢你啊。国皇，怎么样了？抓到肖家豪没有？别这么着急，我买了一些日用品，还有吃的。你到底抓到人了没有？肖家豪他有没有说为什么要把艾琳杀死？凶手不是肖家豪。你说什么？凶手怎么可能不是肖家豪？那天艾琳在你家楼下看到肖家豪贴大字报，他上前质问，两人起了争执。肖家豪在情急之下划伤了艾琳的手，不过他害怕跑掉了。真正的凶手是过后才出现的。那你们找到真凶没有？目前没有具体的进展，不过什么？最近发生的那3起连环砍伤案，你应该知道吧？知道。在其中一个案发现场，找到嫌犯折断的刀刃，经过化验比对后，证实跟艾琳体内发现的刀血是吻合的，所以我们认为艾琳的案件跟这3起案件有关。我们一定会找到真凶，还艾琳一个公道。国皇，我们都不希望看到你这么消沉，你要振作起来，听到了吗？吃点东西吧。有一些面包给你，明天早上可以吃。还有一些饮料，你在干什么？你不帮忙，给我安静啊！爸，回来了。嗯，怎么这样累哦？啊，没事，这是燕君送给你的。他为什么要送我们东西啊？他说你安排的住宿非常好，他买了手信表达谢意。陈医生啊，够细心，够体贴，是个好男人。要找老公啊，就应该找这样的男人。找老公啊，最好不要找像你这样的，一点都帮不上忙。哎，你要干什么？丢掉喽。东西留着怎么会是有用的？哎呀，你什么垃圾都要收，是不是想把这个家变成垃圾堆呀？放回储藏室啊！你放手！喂，你们在讲什么啊？他喽，什么垃圾都要收。哎，这不是垃圾哦，是我的纪念品 ，OK？ 哎呀，我看一看，哇，这有什么纪念价值？哎，这是3年前啊，我们跟泰国厂家定做旅行袋，是送给我们旅行社主办的中国西部豪华团的团员。这种丝绸啊，只有泰国才有哦，很特别的。根据法证人员的分析，这些袋子是用一种泰国的丝绸做的。爸，这包包可以给我吗？你要不就拿去喽。啊，还有你刚才说的那个泰国厂商，你有没有他的联络号码？好像有张名片。怎么 ，CID 也想订购旅行袋吗？不是啦，去拿名片吧，啊。
你带来的那个旅行背包跟在伤人案被扯断了半截带子，质料是一样的，用的同是泰国的一种丝绸。我果然没猜错，走吧。可是单凭这份资料，你要怎么找到杀死艾琳的凶手？我联络了制作旅行袋的泰国厂商，据他们说，开业了这么多年，本地就有26家公司向他们定做同样质量的背包。你打算一家家去调查吗？厂商那一边有把这26家公司定做的背包拍照存档，他们已经 email 给我了，会拿给目击证人认一认，希望可以把范围缩小。我是警察，我有一些问题需要问你。我女儿把知道的都告诉你们了，你还想问什么？你记不记得那天袭击你的人身上有没有什么特征？我不记得了。我知道他那天是蒙着脸的，啊，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他身上有什么特征？好像手上有没有黑痣还是刺青？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好，不急，你慢慢想，你慢慢想，你就会想到了啊。我真的想不起来。你根本没有在想，你想清楚一点，他有什么特征，还是他身上有什么味道？我女儿已经说不记得了，你再逼她也没有用。我的未婚妻是被他杀死的，现在只有你知道凶手长什么样子。我拜托你，你认真想好不好？你认真想，你想清楚点。啊！求你放过我女儿吧！你想一想他长什么样子？别再问了！我想不到，我告诉你这群不报的。知道，你只要认真想，你想一想。跟我出去，跟我出去。对不起。你怎么可以私下找受害者问话？而且你刚才的态度，对他来说是第2次伤害，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只要他记起犯人的样子，我就可以抓到凶手。我一定要抓到凶手，我一定要还艾琳一个公道。你到底明不明白的？你身为警察，应该很清楚，现在你不能插手这案子。你这么做，已经是触犯警察纪律条例了。我才不管怎么条什么令，我就是要抓到凶手。跟你说根本没有用，不明白失去亲人的感受。我能明白，我完全能明白。你不明白，没有人可以明白我现在的感受。不管你相不相信，我能明白你的感受。这次的事我不会追究，不过下次如果你重犯，我以触犯警察纪律条例起诉你。你应该很清楚后果是怎么样。你进来做什么？放心，我不是来录口供的，我代刚才的同事向你们道歉。你来找我女儿有什么事啊？你被攻击时扯断了歹徒背包上的带子，对吗？你看一看，你认得他背的背包吗？慢慢看。都不是。那这些呢？是这个。你确定吗？这个也很像。对不起了，我真的想不起来，他们真的有一点相似。没关系，不用道歉。你帮了我们很多，相信很快可以把他绳之以法。哎，我们来这里干嘛？跟我来就知道了。又有什么事啊？放学了。我知道了，我会早点回家的。什么事生气啊？我妈。她追查你的行踪，对不对？哎呀，我妈也一样啊，
不要理他，把他的话当成是唱歌就好了。Coco， 正哥，哎，新朋友啊？他是我的同学永泽。哦，你好，我叫周志恒，可以叫我志恒哥，但是不要叫我昂哥。哎，心怡姐怎么没来呀？他工作忙。是吗？还是你们分手了？快走吧，大雄他们已经在等我们了。烂啊！志恒哥，哎，志恒哥，哎，Ivan，你看，你也在这里啊？大雄他们叫我来的。原来你们认识啊，那太好了。我来介绍吧，他是大雄，他是 Jeff， 他是 Coco 的同学永哲。那以后永哲就是我们小家庭的一份子了，你们好好照顾他啊。哎，初次见面有见面礼，来，一人一份。走了。喂，哎，等一下回去前，一人拿一本回去读啊，记得啊。是我的了。哎，刚换了新手机啊？哇，真的是新的哎。我们是去快餐店去做part time，然后存钱买的。是啊，我们做了很久的part time才存够钱买的。你们整天在玩，几时看过你们去打工啊？你也不是24小时跟着我们，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有去打工？对啊，我看一下，二手的，这么新。是跟同学买的，他们算我便宜吗？是啊，因为他们要买更新款的。可以走了。啊，哎，去哪里啊？不打球了吗？不打了。哎呀，边走边跟你说啦。哦，哎，永泽一起去吧。我帮你拿。哎，去哪里啊？我也去吧。你敢去吗？我见过的尸体几千具，我什么地方不敢去啊？我们是要去看鬼戏。鬼戏啊？是3D的，那只鬼会躲在冰箱里，冰箱一打开，你就会看到满脸生虫的一个头，然后那个头就会伸出长长的舌头，飞来飞去。接着，他的眼睛会嘣的一声跳出来，好像打在你脸上。最后，那只鬼会从冰箱里爬出来，爬呀爬呀，好像要爬到你身上来。哇，听起来好恐怖啊！哎，真哥，一起去看吧。算了，你们自己去吧。走啊，走。哎，你们书还没拿。快去前面那辆车！为什么要追那辆车啊？他抢你东西吗？他撞了那个外地劳工，还想逃跑。什么？撞了人还逃跑，太不负责任了，绝对不能让他逃走。那你还不快点？好。就是前面那辆车，快点！停车！快点！下车！给我下车！喂，你干什么？发神经啊！你撞了人还想逃跑？我要你现在立刻马上回去看那受伤的人！你神经病啊！我没有撞到人啊！你不要跟我乱说啊！走开！给我走！放开了你！你的车头保护杆有血迹，只要有血迹就能够化验出 DNA， 回去化验一下就能够知道血迹属于谁的。这里的油漆也有轻微的刮落，我只要验一下伤者的脚踏车，如果也有相同的油漆，就能证明一点：你撞了人，畏罪潜逃。
Give him 啊！其实你也蛮厉害的嘛，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看得出车上有外地劳工的 DNA 啊！你干嘛笑啊？我刚才只是吓吓那个家伙。哦，原来你在骗人。骗好人是不应该的，但是骗坏人是热情益善。可是啊，你演的还蛮像嘛。像什么？像那些警察的 forensic， 吓得他马上承认他撞了人。我演得像，因为我跟 forensic 是最佳拍档。你是警察 Negative, I'm a pathologist。哇，你真的是个 pathologist 啊！没想到我能交到一个 pathologist 的朋友哎。能够跟你交朋友，我也感到很荣幸啊。为什么？因为你很善良啊。很多人看到意外事故发生，躲都来不及，你不一样。我最欣赏你这种善良的女孩。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Jen，你呢？我叫周志恒，你可以叫我志恒哥，但是不要叫我昂哥啊。昂哥。哎，你再这样子，我马上跟你绝交啊！好啦好啦，志恒哥。你现在是在工作还是在读书啊？我刚从加拿大回来，现在在找学校念书。肯读书是好事，我帮你找学校吧。真的吗？哦，谢谢你，你真的是又帅又好的大好人。很多人都这么说的。我送你回去吧。谢谢。喂，我们未满18岁，确定我们可以进来吗？你要是害怕就先走咯。有 Max 罩着我们，不用怕了啦。这个 Max 真的这么厉害吗？当然啦，他可是我们的大哥嘞。那。哎，我们走着。又有什么事啊？家里没人接电话，你是不是还没有回家？为什么那么吵？你现在人在哪里？你可不可以不要一直调查我？我不是要查你，我只想知道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在酒吧喝酒啊！臭阿哥瞪我！住手！敢在我的场子闹事，不简单啊！跟我记住。谢谢你啊。哎，有在这边。Max， hey Max， 来借我。他是 Ivan、Coco、永哲。是大雄跟 Jeff 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来，大家不要客气，请你们喝酒。今晚大家不醉不归。好啊。来，大家干杯 ，Cheers！Cheers！怎么了？我请喝酒，不给面子啊？我不会喝酒啊。学了就会嘛。来，连 Coco 都敢喝，你是不是男人啊？你去做女人算了啦。哎呀，你们不要取笑他好不好？永泽，不要给他们看帅，喝给他们看啊。可是我怕喝醉啊。醉了，我们送你回啊。喝啊。喝啊。这才是男人嘛！来，喝酒。Max 啊，还有什么赚钱的机会？介绍啊。有，只是看你们敢不敢而已。敢。什么赚钱的机会啊？哎，送我一份嘞。我也要。没问题。那以后我们一起去赚钱。也一起去吧。啊？你不是说要买一架新的电脑吗？有了钱，不用说是电脑，什么都可以买。好，有钱大家一起赚，干杯！好，干杯！干杯！干杯！喂，看着他啦，才喝那么1、2杯，脸像红虾一样。我没有醉，回去喝啊！这里，住哪里啊？我载你们回啊！给我打！走！
死！快走开！麦，小心啊！走啊！走啊！走！还不走？看！你没事吧？幸亏刚才有 Max， 要不然你死定了。他们以为你是我的人，以后会找你们麻烦的。不如加入我们356吧，那么我们也可以保护你。加入你们？356有很多兄弟，而且跟 Max 也很好啊，有酒喝有钱赚。最重要是 Max 能保护我们。是啊，刚才你很危险，都是 Max 救你的。加入又不会死，不加入才会死，你还怕什么？男子汉大丈夫，别婆婆妈妈了。快点答应吧。欢迎加入356。Come in。直接，艾琳的案件有新的进展。查到什么？我们根据受害人认出的2款背包，分别向2间公司询问，一间是举办各种活动的 Superfly Events， 他们定制了100个背包，打算分派给出席一个卫生讲座的人。你说打算，就是还没有分派出去。没错，讲座将在这个周末举行。我们已经到那间公司检查那100个背包，没有一个是断了带子的。那可能是属于另外一家公司，那是什么公司？另外一间是一个叫乐悠悠的旅行社，背包是他们在2年前为了一个畅游北欧21天的豪华团特别定做的。当时一共有32名团员，这32名团员或许有一个是牵涉到艾琳的案件。我们已经从旅行社那边拿到所有团员的联络资料。太好了，谢谢你，马上集合静巧他们，分头去联络这几个。好。都已经找了9个团员，还是问不出什么结果。现在要问的这对夫妻是最后一家了，不知道静强他们那边查的怎么样了？如果没有头绪，就要重新找线索。不用担心，再难的案子也难不倒我们。对，只要坚持到底，就一定会有回报。就是这间。你好，我们是 CID。不要跟我提这个旅行团。这趟旅行玩得不开心吗？这个旅行玩掉了我的婚姻。请你说清楚一点。我的前夫孙汉就是参加了这个旅行团，才会跟那个领队搞得火热。他为了那个狐狸精丢下我跟孩子不管，所以我才会跟他离婚。请问这位领队叫什么名字？沈星红，我死都不会忘掉他的名字。你们参加的这个豪华团，每个团员都可以获得一个旅行袋。请问你的旅行袋还在吗？离婚后，东西都被孙汉带走。叫你扫地，你跑去吃东西。你是猪啊！你是猪啊！猪啊！是不是？沈小姐，我是 SCB 的廖心怡 ，You OK？ 我是特别卷调查组的黄志杰。黄小姐，你来这边做什么？你怎么可以这样打人呢？这是我家，我想打谁就打谁，你管得着吗？他手上的淤青是不是被你打成这样的？你自己问他喽。不是。你是孙汉吗？要不要报警？不要。孙先生，你不要害怕，我们是警察。你坦白告诉我，你手上的这些淤青是不是他造成的？不是。孙先生，如果你现在报案的话，是我先惹他生气的，我不要报案。喂，你们到底来这里干嘛？孙先生，2年前你是不是参加了畅游北欧21天的豪华旅行团？当时旅行社是不是给了你一个旅行袋？是。旅行袋呢？丢掉了。你们问完了没有？问完了，快点走，我要扫地呀！快点走啊！不要妨碍我扫地。快点呢！爸妈，哎，等一下，你又怎么啦？没事啦，给我看，真的没事。哎呀，又弄伤了，你看你，去坐，我去拿药油。来，我看一下。
痛吗？跟长安有关是吗？被人撞了。哈，谁那么大胆敢撞你啊？你们以前的职员沈新红，没想到他那么暴力啊！你怎么会遇见他？查案的时候遇见的。对了，3个月前你们为什么要开除他？有一次啊，他为了一点小事跟顾客起了争执，竟然拿起美工刀把人家给割伤了。是啊，跟顾客吵架已经不对了，还把人家割伤。我不开除他，旅行社的顾客迟早会被这个凶女人给吓跑啊！现在真的是凶女人当道，你已经够凶了，没想到他比你还要凶呢。你要死啊！说我凶。好了好了，你最温柔的啊。对了，旅行社订的旅行袋，除了团员，还会派给谁啊？领队啊，所以每个领队都会有一个的。你是在哪里找到这背包的？ In the bag இங்கே பார்த்தீங்க? நான் தோப்பையில் வேலை செய்கிறேன் ப்ளாக் 149ல இந்த பேக்கை நான் கீழே பார்த்தோன்னா மேலே கொஞ்சம் ரத்தமாக இருந்துச்சு போலீஸ் ரிப்போர்ட் பண்ணேன் 他说他在多巴尤大牌149楼下找到了这个背包，背包上面有一点血，他就报警。请问你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吗？ பேக்குள்ள என்ன இருக்கு தெரியுமா? பேக்குள்ள கத்தி இருந்துச்சு கத்தியில் வந்து பார்த்தா ரத்தமாக இருந்துச்சு ரத்தமாக பயந்துட்டேன் நான் 他说背包里面有一个断的刀，上面有一点血，他就觉得害怕就报警。这么说，这个背包是沈新红的。 我向旅行社查询过了，当时旅行团的领队都有领取同样一个背包，加上这里有沈新红的名字，应该是属于他的。经过化验比对后，在案发现场找到的缎带跟清洁工人找到的背包的情节口述。 还有断掉的刀刃，跟在背包里找到的刀柄，也证实属于同一把。也就是说，嫌犯把刀柄丢进背包里，然后一起丢弃，想来个毁尸灭迹。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调查方向可能有错误？你怀疑嫌犯可能是女人？ 是有这个可能性。沈新红那么凶悍，出手那么狠，连男人都被他打得这么惨，女人更不是他的对手。不过，如果是沈新红的话，他伤害女人的原因是什么？我记得孙汉曾经说过，他惹沈新红生气。或许是孙汉出轨，对象是身材瘦削、短发的女人，所以他专门找这样的女人报复。 你这个没用的东西，竟敢顶撞我！我现在就杀了你！警察！干嘛？沈新红，你涉嫌3起伤人案，还有1起谋杀案。我们现在正式逮捕你。你这个没用的东西，竟敢顶撞我！我现在就杀了你！ 都是那份光荣，冲动，只要别失控。心跳不同，爱很有情动。不懂，不期望你懂，英雄值得什么歌颂？战斗本能的一种。终于选择扮演我的角色。